其中一个女孩看着我们，缓缓说道：“你们怎么不走了？”她的嘴角翘起一个夸张的弧度。怎么办？宋妍快要哭出来了。小美抓紧了我的手，等不到我们的回答，女孩们开始慢慢朝我们靠近。她们3个人走路的姿势，甚至迈开的步伐，全都丝毫不差。随着我们之间距离的缩短，女孩们脸上的笑容越发明显，眼角夸张地上扬着。可是我们身后已经没有退路，只有一面墙壁和镜子，唯一可以躲藏的地方是寝室。我用力地回想，冷静点，酱汁，一定有什么被你忽略掉的细节，想起来，快点想起来。我快速扫了2侧的寝室门。小美焦急道：“快点，我们快回寝室！”我被小美往寝室的方向拽去。我低头看了一眼她的手，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细节。就在小美打开寝室门让我们快进去的时候，我一下子推开了小美，猛地拽上宋妍的手，往镜子前撞去。酱汁，你疯了？那是镜子啊！宋妍大叫。就在我们要撞上镜子的那一刻，周遭的场景倏然变化。我们回到了寝室内，宋妍大口喘着粗气，惊魂未定地看着我说道：“怎么回事？你不是带着我往镜子里照吗？我们怎么又回到寝室了？”小美奇怪地看着我们，似乎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这么恐惧。你们刚刚是怎么了？我喊你们走，你们却像中邪了一样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宋妍听到小美的话，彻底傻眼了。我快速地解释道：“还记得那条规则，9点之后不能照镜子吗？但群公告发布的时间是9点10分。宋妍，你当时是不是在厕所里照镜子？对，我当时确实在，所以我们违反了规则。寝室的门开的方式是相反的，寝室2侧的门牌号也是倒着的。小美抓着我的手的时候，我看到了她手上的痣，她的痣是在左手上，可是她抓着我的是右手，所以我推测这个小美不是真的。我们之前是在镜子里面。”就在这时，校园广播再次响起：“请所有还未做核酸的同学立刻到学校操场进行核酸。”我暗道不好，现在是晚上9点15，我们离核酸剩余的时间只剩下5分钟了。我们用最快的速度跑到了学校操场，操场上早就排起了长队，从左往右数，有4个核酸点，前3个核酸点都排满了人，只有最后一个核酸